家好，我是小馬。這個視頻我來分享一下目前最新也是最簡單的打造史上最高攻擊力武器的教學。就像視頻開頭那樣，它的攻擊力高達13247點，所有怪物和 BOSS 都可以一刀秒殺，真正的必殺剑。看到這個視頻，你就可以把其他教學都丟在一邊了，因為這個是絕對的終極版，沒有比這個更厲害的了。這也是我上次分享過的攻略，很多玩家都成功的做出了這把武器，甚至延伸出了各種不同的玩法，但同時也有很多人卡在流程中间。那今天这個視頻將要分享的就是目前最新的簡化版的方案，不僅操作更簡單，流程也簡化了不少，不考驗手速和節奏，人人都可以做到，哪怕是新手玩家跟着做也能輕鬆成功。考慮到新手玩家，這個視頻依然會完整介紹整個流程，老玩家可以選擇性跳過。我們需要做一些準備，全新的近位双手劍以及将其4條刷到金色加10，大家可以自行準備啊，新玩家可以跟着视頻操作獲得。首先我們需要获得一把全新的近位双手剑武器，我们来到城堡，跟着视頻的路線往這邊走。這裡有一個腐朽的近位雙手劍武器，我們撿起來，然後快速的把耐久給它消耗掉。然後我們需要來到地理的這個位置啊，我們可以傳送到旁邊。我們先手动保存一下存檔，因為這裡我們可能需要反復讀檔來刷，不過很快就是了。我們往這邊走，找到黑影。那如果是你看到的不是黑色近位双手剑武器，那我们就直接读档，然後重新過來。OK， 那這一次就是了。拿到之後呢，我們直接傳送到火上的這個位置，來找章魚洗詞條。一樣是先手動保存存檔，然後呢，我們把武器丟給章魚，讓它吞進去並吐出來，詞條呢會被刷新。如果你的不是金色攻擊加10詞條，那我們就讀檔反復重新刷，這個地方可能需要花費一些時間。注意，如果你的近位雙手武器洗出來一直是白色或藍色詞條，那說明需要刷2次。我們可以任意刷1次之後，直接來到旁邊找另外一個章魚，然後再保存讀檔反復來刷。獲得金色加10攻擊詞條之後呢，我們直接傳送到地圖左下角的西瓦卡瑪神廟。接下來我們正式開始。首先我們裝備好我們的近位雙手劍，我們餘料一個莫爾德拉吉克颚骨，然後将其耐久度消耗到最後一擊。當提示即將損壞時，我們再消耗2下即可。然後我們刪除余料，如此我们就获得了一把絕對1耐久的武器了。那接下來即便是我們重新余料任意物品，都可以確保它依然是最後一擊。然後我們先手動保存一下。接下來我們需要米涅魯糾纏一下該武器，我們騎上米涅魯，丟棄裝備中的該武器，調出餘料引線，先後按 Y 和加，2者幾乎同時按。此時我們需要根據夜間狀態進行操作，有引線就看2個回憶，沒有引線只有武器就看1個回憶，只看到發光亮點就直接退出，其他情況就讀檔重來。成功之後武器會被拉過來掉在地上。有玩家可能會說，小馬這個米涅魯糾纏太難了，Y和加根本按不出來。那這裡可以試試我最近在用的這款新手柄伊蘇瑪 S10靈動版，它最大一個優勢就是按鍵反饋非常乾脆，而且響應很快。像這種需要幾乎同時按鍵卡時間差的操作，用這種機械微動按鍵會更容易卡出那種節奏。再加上它本身支持連發和編程，甚至有些重複操作都可以直接交給手柄來自動完成。還有就是對於我們這種需要經常刷素材掛機的玩家來說，用起來真的會輕鬆很多。除此之外，該手柄還原生支持 Switch 2喚醒，更快速更穩定，非常好用。他們現在也在做618的活動，玩家在下單時備注塞爾達小馬 Switch 2配件領取，或者直接找客服來報這個暗號都可以。在6月21日之前，前100名玩家都可以免費領取到伊蘇瑪 Switch 2配件包，所以這個還是非常划算的。另外，定制面殼6月8期間也開放了，喜歡的玩家可以在主頁櫥窗或下方鏈接下單，感謝大家支持啊！好，我們繼續，然後我們直接撿起武器下來找莫爾德拉吉克。丟棄一個操縱桿，操縱一下，然後直接丟棄武器，並且吹口哨吸引莫爾德拉吉克過來，然後直接操縱操縱桿，使得米涅魯和武器隱藏。莫爾德拉吉克會把林克頂上天，落地後查看武器是否還在，不在就讀檔重來，在就是成功的，並且他此時無法被倒轉乾坤或救急手選中。如此，我們就獲得了一把虛化裝備。我們撿起它，然後上來安全的地方。
我們先給免走鱼料一個任意的物品覆蓋一下鱼料，然後關閉它，以避免產生干擾。此時我們就獲得了一把無限耐久的虛化武器了。接下來我們需要用它制作一個虛化感染武器。我們把虛化武器丢在地上，裝備其他任意武器，捡取4次，複製4把。這是之前分享過的，新玩家注意，複製的武器不是虛化武器，它只是普通武器。我們這裡捡取複製是為了接下來的操作準備，新玩家只需要照做即可，無需理解它。我們丟棄一個剛剛複製的普通近衛双手剑武器，並且取消裝備，空手捡起地上的虛化装備，使其自動装備上。我們調出鱼料引线，準備鱼料地上的普通武器，丢切卸虛化装備。此时可以看到粘手，我們再裝備另一個普通武器，按 Y 進行魚料到一半進入背包，丢切卸武器。此處若無法丟棄，是因為進背包夠快，我們可以按下加重新進背包來解決。丢切卸之後退出背包，此時你将看到地上2把，一把是原本的虛化装備，另一把是普通武器，可以被究极手選中，它的魚料也可以被單獨捡取。這個魚料武器就是剛剛通過感染獲得的一把虛化感染武器了。我們空手捡起來，然後丟掉，此時它會飄在空中，這也是虛化感染武器的特性。虛化感染武器和虛化武器是一樣的，都是無限耐久。這裡我們還需要將地上的普通武器用火箭帶走。然後空手捡起最初的虛化武器，然後丢切卸一下，裝備另一把普通武器，然後魚料一下任意的物品覆蓋一下魚料。接下來再丟棄，地上掉到2把，我們先捡起那把無法被選中的虛化裝備，然後取消掉，如此它就变成了一把普通武器。那接下来的事就交給空中飄着的這把虛化感染武器了。那已知它是无限耐久的，那我們這裡還需要13把同樣的武器。玩家無需重複前面複雜的操作，這裡有個更簡單的方法，叫做連鎖虛化感染，這也是之前講到的可調式過載的方法。我們空手撿起空中飄着的虛化感染武器，使其自動裝備上。我們調出魚料引線，準備魚料地上躺着的另一把普通近衛雙手劍武器，丢切卸虛化裝備，裝備另一把普通武器，魚料到一半進入背包，丢切。注意，這裡是丢切。退出背包，你將看到地上掉到2把，空中飄着第一把虛化感染武器，地上一把普通武器。地上這把普通武器的魚料可以被單獨撿取，它就是第2把虛化感染武器。接下來我們重複以下操作：撿取地上的魚料虛化武器2次，複製2把。然後把手裡的武器丟在地上，空手撿起魚料虛化武器，使其自動裝備上，調出魚料引線，丟切卸手裡的虛化裝備，裝備另一把，魚料到一半進入背包，丟切。退出背包，地上掉到2把，空中飄着的那把是第2把虛化感染武器，地上這把普通武器的魚料武器是我們的第3把虛化感染武器。接下來我們繼續重複操作即可，撿取2次，複製2把。魚料到一半進入背包，空中飄着第3把虛化裝備，地上的魚料武器是第4把虛化裝備。接下來我們繼續重複以上操作就可以了。不過大家在操作的時候注意一下虛化武器的順序，每一把按照順序排列，避免等一下錯亂。A few moments later， 當地上掉落的魚料武器是第14把虛化裝備時，我們直接取消裝備，空手撿起它，然後再丟棄，使其飄在空中。如此我們檢查一下，空中一共有14把飄着的虛化感染武器。現在我們需要把地上的全部普通母武器，也就是地上的這些能夠被選中的裝備，全部打包用火箭帶走。那現在空中就剩下14把虛化感染武器了。這14把虛化感染武器按照先後順序依次排列。注意，這些虛化装備它們只能處於裝備中，或者直接丟在地上。如果你取消装備了它們，就会使得无限耐久的效果消失。因此，請新玩家注意一下，在装備這些虛化裝備時，不要取消装備或者切換武器。新玩家也無需理解它，只需要跟着視頻照做即可。接下來我們需要对这14把虛化装備依次逐個進行魚料操作。由於虛化裝備無法直接進行魚料，因此我們需要用到另一個技巧，叫做間接魚料。間接魚料需要借助普通未經魚料過的武器，因此我們在背包裡需要準備一些普通武器。這裡我們可以直接在裝備其他任意武器的前提下，撿起最後一把虛化裝備進行複製操作。如果你複製的是其他帶魚料的，也請記得刪除魚料。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按照倒序逐个进行余料操作。我们取消装备，空手捡起最后一把需要装备，使其自动装备上。余料的话，我们若要追求游戏里的最高攻击力，搭配莫尔德拉吉克恶骨是最佳选擇。除此之外，就是白银人马刃甲。当然，玩家可以自己选擇其他余料，例如冰、火、电3属性材料，打造多属性武器都是可以的。我这里以追求最高攻击力莫尔德拉吉克恶骨为例演示。我们拿出材料，调出余料引线，丢切卸虚化装备，装备普通武器，余料到一半进入背包，丢切卸。注意，这里是丢切卸。此时第14把就余料完毕了。由于虚化装备的特性，武器上并不会显示余料，大家不用在意。另外，地上掉落的普通武器暂时不用管它。接下来我们进行第13把的余料，我们空手捡起第13把，使其自动装备上。拿出材料，调出余料引线，丢切卸，装备普通武器，余料到一半进入背包，丢切卸。第13把余料完毕。接下来我们继续重复操作，直到全部虚化武器都余料完毕。A few moments later. 等到第14把全部余料完毕之后，我们把地上的间接余料的普通武器全部打包，用火箭带走。如此，我们就完成了全部操作。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将这14把武器堆叠在一起就可以了。得益虚化装备的特性，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进行堆叠操作。接下来就不再区分顺序了，先拿哪个都可以。我们空手捡起虚化装备，使其自动装备上。我们靠墙，并将虚化装备拿在手上，拿在手上，拿在手上，这里非常重要，一定要拿在手上。然后按十字键右键丢弃，丢弃失败，切换另一把，再丢弃失败，堆叠成功。我们先取消装备，然后接下来是下一把。我们空手捡起来，使机动装备上，靠墙并拿在手上，丢弃失败，切换再丢弃失败，堆叠成功。然后我们继续重复操作就可以了，直到14把全部堆叠完畢。如此，我們現在就是一個堆疊了14把武器，再加上手持的第15把武器的怪物了，他們的攻擊力將會疊加在一起，非常誇張，非常變態。現在我們就可以任意讀檔或者傳送來使用它了。由於此時負載比較高，因此林克可能會出現模組缺失，也就是達到了過載狀態。我們可以通過重新穿衣服或者重新裝備武器來恢復顯示。我這裡全部使用了莫爾德拉基克的惡骨，單把的傷害它面板顯示的是162點，再疊加上1.9的刀刀暴擊和惡靈套以及3攻料理，最後再算上1.05的進位係數，它的總傷害就是162乘2乘1.5乘1.8乘1.05等於918.54點。由於我們疊加了14把，所以它的總傷害就是918.54乘以14等於12859.56，再加上手持武器的傷害，我這裡手持的是 MSG， 那它的總傷害就是13247.56， 1萬多點傷害啊，沒有任何怪物和 BOSS 能扛住這一刀，非常誇張，非常變態，非常牛逼。這個攻擊力連外掛都不敢這麼設計啊，可以說這是整個系列遊戲裡最高傷害的武器了。那當我們後邊想要給這些裝備更換餘料的時候，或者是給其中部分武器更換餘料的時候，也非常簡單，我們只需要丟棄裝備，讓這些虛化裝備掉出來，然後再進行間接餘料就可以了。在丟棄的時候，14把武器會堆疊在一起，看着像是一把，實際上是14把，這裡大家注意一下即可。間接餘料這裡也不需要區分順序，過程和之前都是相似的操作。間接餘料完畢之後，最後記得再堆疊進去。有了這個方法，我們就可以隨心所欲的折騰這些永久武器了，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玩。好了，以上就是本視頻的全部內容，我們下個視頻再見，感謝大家觀看。